上古凶兽石铁兽在此，谁还敢上来一试？上古凶兽，这不是小浣熊吗？王师兄，你这石铁兽确实威武，不如试试我这翼龙如何？翼龙？我到底在期待什么？这修仙界确实残酷，把干脆面都给盯哭了。不错，这届弟子有些水准，连翼龙这种会飞行的远古凶兽都能巨行成功。不愧是远古凶兽，猎鹰10场的王师兄都败了，翼龙也太强了。你认真的吗？大言不惭，有本事你上去试试。就是，嘴上功夫谁不会？能复刻上古凶兽便已是天纵之才。徐师兄能从残卷的零星记载中复刻出翼龙这种有形有力的远古凶兽，实力也是你能质疑的。哼，哇！你看那锋利的尖刺和薄如蝉翼的翅膀，不愧是翼龙，竟然有如此完美的形体。看来徐师兄已经快要突破表层境，步入真形境了。用挠泥捏个蜜蜂就真形境了？这个修仙世界生物缺失的这么严酷吗？若是没人挑战，徐云便是本届最佳弟子了。哼，有本事你倒是上啊！穿越前我可是学生生物的，会不会有点降维打击了？不管了，必须让他们见识见识物种的多样性。他还真敢去！程强，你一个刚入宗门的弟子，上来凑什么热闹？赶紧下去吧！呵呵，程强既然有争强之心，那就让他试试吧。捏泥雕也需要灵力，原主灵力薄弱，太大的还捏不出来，那就捏个刚好克制蜜蜂的小动物。哼，你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么丑也妄想斗得过我的翼龙？哼！去吧，赖哥宝！哈哈哈！这么丑，一看实力就不怎么样，也配和徐师哥的翼龙斗？什么？这赖哥巴到底是什么凶物？竟然把翼龙吃了！竟然能反馈给我灵力，那岂不是只要一直赢就能一直变强？竟然反馈给程强如此多的灵力，寻常胜利能反馈半成就算不错了。这赖哥巴好霸道，竟然能尽数反馈。程强胜，可还有人要挑战？这也太爽了，直接表层境中期了。打赢一次比苦修半年的进度还大。苦修？谁爱修谁修。若是没人，在座的各位都给我听好喽！我不是针对谁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！狂妄，找死！太嚣张了，给他点颜色看看！程师弟，你竟然仗着赖哥宝如此嚣张，不过是仗着体型大些罢了。关你屁事！要不来打一场？怕了就算了。哼，打就打！我回去准备一下，明天还在这里等你哦。又怂了。我也要挑战你！我也是，还有我。谁不来，谁孙子！英勇的明天见！越靠近食物链顶端，耗费的灵力就越多。太强大的生物，我这点灵力根本捏不出来，而且得好好安排一下。明天不能赢得太轻松，不然剩下的肯定不敢跟我打，但又不能输。师兄，点到为止，不要伤了同门之间的和谐。哼！废话少说，看我的神鹰！唉，我也想低调，可是实力不允许啊！哈哈哈，程强，只要我的神鹰在天上不下去，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。开始！
我的神医得劲！还有谁？明明巨蟹的生物体型差不多，为何能屡屡获胜？难道这就是天赋？程强，你别太猖，等会儿我会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。若是我赢了，你那个赖克宝没问题，你要就给你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哼！别浪费时间了，你们一起上吧。怎么办？他真敢一起上吗？一起上！哼！莫长老，既然他要求了，那我们自然要满足他。弄他！大家一起上！程强，你虽然有些天赋，但也不可能敌得过这么多弟子。还是老老实实认输吧，省得受伤。莫长老放心，我虽然叫程强，但我绝不逞强。一个抵半年，这波要起飞了。程强，现在认错还来得及。唉，真是毫无挑战啊！哼，冥顽不灵，那就别怪我们了。巨献这么大的动物，还是有点吃力。唉，看来还是得我出手了，不然这城墙死定。掌有锋利剑齿，身如猛虎，表层竟能捏制出如此恐怖气息的迹象兽。怎么办，王师兄？要不我们认输吧？大家别怕，他体型大，不代表实力强。我们这么多巨献，我还打不过他一个吗？一起上！唉，真不脱，直接让我突破到真行境了。这就突破了！竟然能一下吸收这么多灵力，怎么感觉有些像那些魔道中人？上校，此人捏制仙泥时，我全程在场，完全是纯正的灵力，这一点绝对不会错。可能将灵力完全吸收，这也太骇人听闻了。哼，可能这就是天赋吧。上校，程强绝对是千年难遇的天才，这些弟子根本不是他的一合之敌，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巨献兽根本没资格与程强交手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好好培养，但也要盯紧了，看他到底是天才还是魔道的卧底。是。唉，多谢几位师兄成全，下次如果还有这种好事，一定不要忘了我。你捏的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怎么可能这么强？该不会是魔道生物吧？我觉得也是，不然我们这么多迹象兽，怎么可能斗不过他？我那可是被称为陆地坦克的剑齿虎，你们捏的那些家亲和耗子能斗得过剑齿虎才怪！哼，剑齿虎，先不说那是内门弟子才能巨献的生物，就算你运气好巨献出来了，可老虎的牙齿长在嘴里，怎么可能伸出来那么长？你捏的根本就是怪物！唉，算了，跟你们这帮蠢货解释不清。你欺人太甚！活该！师傅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那个城墙吸了我和好些弟子的迹象兽，直接把自己吸到真行境了。你说什么？吸你们的迹象兽吸到真行境了？这人一定是修了魔道，不然怎么可能如此丧心病狂？一定是他召唤出来的什么剑齿虎，一看就是邪兽，长相恐怖怪异。哼！我去掌教那儿走一趟，我倒要看看谁能保下他。程强竟然敢入魔道，这下你死定了！这么晚了，找我何事？掌教，
听说日前有一子一口气吞掉了数位弟子的巨献兽，直接突破了真行境。我怀疑此人是魔道中人，请掌教允我将此人抓来审问。搞错了吧？谁说他是魔道中人？哼，除了魔道，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以吞噬迹象兽突破的修炼方法。呵呵，斗法赢了确实会有灵气反馈，这点不用我说，你应该知道。城墙便是吸收了反馈的灵力。灵力反馈？此事绝对不可能。斗法反馈的那点灵力，不可能让人短短几天就突破到真行境。此事我没必要骗你。这样吧，我们可以让城墙再战一场，你一看便知，比我所言更有说服力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挑一位真行境的内门弟子跟其战一场。若是城墙真不是魔道之人，那便直接让其升为内门弟子。可以。呵切！谁又撵到我呢？莫长老深夜上门有事。城墙啊，宗门内有人对你有些许质疑，掌教想让你亲自证明一下，所以明日安排了一位真行境的内门弟子和你切磋一番。切磋？你放心，掌教说了，此战过后，不管赢与不赢，你都能晋升为内门弟子。没问题，我最喜欢切磋了。哎，真是好孩子，委屈你了。明日与你对战的内门弟子地象兽是尖嘴凤凰，虽然体型小，但速度极快，攻击力极强，切记要小心。体型小的凤凰，没听说。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他们说的什么尖嘴凤凰，该不会是啄木鸟吧？唉，如果是啄木鸟的话，剑齿虎肯定不能用了。剑齿虎对付那些家禽和小动物轻轻松松，这种会飞的还真对付不了，还容易吃亏。真行境的内门弟子，怎么不得顶我1年苦修？用哪个好呢？真行境的地象兽应该和表象境的地象兽有很大区别。哼，除非你能画出真的凤凰，明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雕兄的厉害。王师兄，这城墙真有这么强，都能和内门弟子斗法了？哼，城墙但绝不可能打败董师兄。内门弟子的强横不是他能想象的。王师弟，听说城墙昨天已经是真行境了，实力不比董师兄差多少，而且就算输了，也一样能成为内门弟子。这次不过是总门对他的考验罢了，连掌教都来了，城墙的重要程度绝对在你我之上，你们就别酸了。城墙的实力确实很强，昨天那个剑齿虎的气势，当真是恐怖如斯。你就是城墙，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。今天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唉，别墨迹了，非得卡点来吗？赶紧把你的凤凰巨献出来让我看看。哼，既然你这么着急想要一睹凤凰的真容，那我就成全你。那就是真行境才能使用的极品仙泥吗？我也马上可以使用极品仙泥了。糟了，忘给城墙更换极品仙泥了。哼，城墙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极品仙泥捏出的巨献兽和普通仙泥捏出的巨献兽可谓云泥之别。唉，云泥之别，极品仙泥不是泥，赶紧的吧，别浪费时间了。啄木鸟的头，鸵鸟的身子，这是拼好兽。我这凤凰乃上古神兽。这拼好兽就算了，怎么连现代的墨镜和皮衣也有？这修仙世界到底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？也罢，上一世我最讨厌的就是装货，这一世我要好好收拾你们。神兽，竟然是神兽！上古神兽凤凰，城墙怎么可能赢？行吧，你们说这是凤凰就是吧。雕兄，先把对面鸵鸟的红毛和尖嘴以及皮衣给我除掉。我这手艺也是没谁了，雕兄，看你的了。此兽气势竟比凤凰还要强横。
这怎么可能？不过真行境怎么能捏出这等恐怖的巨仙兽？普通仙泥便能捏制出如此神兽，此子乃是千年一遇的大才。小子，普通仙泥捏制的巨仙兽再强也只是普通生物，我这可是有灵气的凤凰，我不信你的无关技能斗得过我的凤凰。上吧，凤凰，撕碎它！还真是灵兽，雕兄，你行不行啊？这是跑了？原来是中看不中用，遇见凤凰连站都不敢站。怎么可能呢？没听说过巨仙兽会逃跑啊！找死！凤凰，弄死他！严明虎的凤凰已入灵兽门槛，我看这城墙的大鸟应该不是对手。这凤凰灵力运用的很粗糙，应该还是形体有问题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。不可能！这么大的鸡，速度怎么可能比我的凤凰还快？反馈的灵力为何如此之多？这怎么可能？起初我也不相信，但事实就是如此，由不得我们不信。而且这灵力纯净，没有半点魔道的气息，所以这城墙确实是天才，不，应该说是怪才。看来宗门又要出现一位天骄了，一定要好好培养城墙。未来肯定是门内的中流砥柱。如此浓郁的灵力，该不会又要突破了吧？我苦修半年都没能从表象境巅峰突破到真行境，城墙不过战斗数成，已经快要突破真行境中期了。你竟然把我的灵力全部吸收了！多谢严师兄了。你肯定是作弊了，不然怎么可能敌得过我的凤凰？师兄，别闹了，你那个拼好兽也能叫凤凰？那可是我从珍贵的古籍残卷上复原的凤凰，怎么可能有假？定是你！够了，败了就是败了，回去再好好打磨一番。王师兄，不用太过伤心，他暂时只比我们领先一步。你说的对，我们迟早能追上他。我说的是，日后他还要领先我们100步呢，习惯就好。张教，古长老，以城墙的实力，待在外门有些不合适了，要不要借此机会宣布提升为内门弟子？我没意见。张教，若是还让城墙待在外门，对城墙何其不公，而且也会打击到其余外门弟子。我自有安排。城墙天赋异禀，且修炼勤奋，今日起正式晋升真禅弟子。真禅
真禅？开玩笑的吧？直接跳过内门弟子成为真持弟子，以后真的要叫程师兄了。真持好啊，吸一个内门就提升了一个小阶，多吸几个真持，搞不好都能当掌门了。多谢掌教。凭什么他能连升2级，晋升真持弟子？人家实力摆在那儿呢，连严明虎这个老牌内门弟子都输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服的？要不你去挑战城墙？还是算了，真传就真传吧，我就是个外门弟子，跟我没啥关系。严师弟，等那城墙进了这内门，我定要让他好看。我有点实力，就敢把我们这些内门弟子放在眼里，简直无法无天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给他个教训，教教他要如何尊重师兄。多谢3位师兄。只是那城墙确实有些难对付，务必小心才是。能有多难对付？他才入门几日，放心吧，师弟，这个仇我们肯定帮你报了。又来，这次又有什么好事？不过这极品仙泥确实不是黄泥能比的，黄泥只能捏出正常的巨仙兽，这极品紫泥捏出的生物甚至带着一丝灵性，说不定还真能具现传说中的凤凰。那种传说中的生物对灵力要求肯定很高，我现在的实力还差了点儿，试试。不过一般的神话生物倒是可以试试。希望那些真传弟子不要让我失望，突破显形境的灵力就靠他们。去真禅弟子的修炼场还要先经过内门，也不知道内门的师弟们还愿不愿意跟我切磋。你就是城墙？你们是？我们是你师兄，听说你很嚣张啊，我们来教教你内门的规矩。教我内门的规矩？可我怎么，你很特殊，连我这个内门大师哥都教不得？听说你以普通野兽拜了严明虎的灵兽凤凰，不如让我们先见识见识，如何？你的意思是要跟我切磋一下？哼，怎么这就怕了？还是说你昨天是靠着作弊赢得？是怕了。我还以为有什么本事，连切磋都不敢。我是怕你们不敢跟我切磋了，我最喜欢切磋了，快来吧！哼，果然如严师弟所说，猖狂至极。3个有点少啊，也不知道够不够让我从显形境中期突破到化形境。只你们3个吗？没有其他人了？对付你个显形境还用多少人？真是不知所谓。我们展师兄可是化形境的强者，你不会真以为你能赢吧？化形境吗？可以可以，哎，那赶紧吧。出来吧，幽冥狼王！出来吧，石臼！出来吧，猛犸！
是神了。这贪狼、狮鹫和猛犸，在神话中都是极强的妖兽。程强，你会为你的傲慢付出代价。打完以后，我得回去洗洗眼睛。还好只是局限了《山海经》中的天狗，否则还真不一定能成。狗？你在开玩笑吗？用狗想赢我们的妖兽，异想天开，是不是异想天开？一试便知。出来吧，天狗，干掉这3个邪门的怪物！这是什么妖兽？竟然如此诡异！师兄，要不我们还是认输吧。展师兄怎么能说天狗诡异呢？天狗可是专门克制邪祟的神兽，我看你们这3只就挺邪。我不信他一个显形境的巨蟹兽能有多强，我们一起上！上！上！开始！上！爽，不愧是化形境。怎么可能？多谢各位师弟的馈赠了。程强，你竟敢不分尊卑，这可是宗门大忌！昨天掌教已经升我为真传弟子，今日不过是路过内门，竟送我如此大礼，诸位师弟，仁义。这里地方太小，我们施展不开，有种去宗门擂台。好啊，没问题。程强，刚才在山门前算你运气好，地方窄小，施展不开。现在，让你见识见识合击阵法的真正威力。展师兄，合击阵法是用来御敌的，这门内切磋用合击阵法，他夺我等灵力，害我境界跌落，这不叫敌叫什么？好，这是要放大招了。不至于吧？都是同门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这是古时战神坐骑赤兔，程强，你可知错？不是，你管他叫赤兔，吕不能同意吗？哼，程强，既然你想死，我们成全你。想让我死？本来看在都是同门的面子上，不想跟你们一般见识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玩火是吧？你们这赤驴也不行啊，直哆嗦。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我就不信我们3人还敌不过你一个人。赤兔上！
快上啊！师兄！不要啊！我的灵力！那头驴身上的火焰反馈这么多，这次应该能突破化形境了。客气，实在太客气了。我今日能突破化形境，3位师弟功不可没。真是好人啊！慢点啊！欢迎下次还找我切磋。对了，师弟，下次记得多叫点人。真传弟子肯定都很强吧？希望可以和诸位师兄好好切磋。不然我得什么时候才能当上掌教？为何这么晚才到？古长老实在是太过热情，弟子只好与他们切磋，不然不让我走啊！你突破化形境了，侥幸，都是师弟们成全。算了，既然成了真传弟子，当遵守规矩，门内严禁私斗。严禁私斗，正常切磋可以吧？当然不行。但真传弟子每月都要决出排名，所有真传弟子必须参加。本月擂台战，明天开始。你刚晋升，这次就算了。这怎么能算了？既然我已经是真传弟子了，那就必须以身作则。这擂台战我必须参加。真传弟子的巨献兽不是内门弟子能比的，有些排名较前，已经能巨献出半人之躯。我劝你还是沉淀沉淀，别太逞强。顾长老，你不了解我。我逞强从不逞强。好，那我看你怎么不逞强。到时候受伤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这是追着我喂饭啊！不珍惜机会，岂不是对不起同门一片苦心？顾长老，程强昨日才成为真传弟子，今日就参加擂台战，是否有些不合适？是有些不合适。那你还让他参加？这不是故意针对他吗？我针对他，是他自己非要参加，我拦都拦不住。原来是这样。也好，让他见识见识真传弟子实力，免得骄傲自满。要不是你俩长得不像，哼，我真怀疑他是你的私生子。我倒是真有收他为义子的想法。开始吧，守擂的可以上去了。最后的赢家便是本月的大师兄。诸位师弟，请指教。你都不上去，争一争吗？万一赢了呢？赢？你是新来的吧？方师兄已经成功守擂10个月了。
谁愿意先上去找虐？房师兄的实力早已迈入真意境了，就算比寻常长老，也不成多让。就是，我看只能等房师兄晋升长老，我们才有机会。唉，抢大师兄位置，真意境比我强一个大境界，要是赢了他，岂不是直接能升一个小境界？既然大家都这么谦让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疯了！新来的就敢挑战房师兄？这位师弟，你才刚晋升真传弟子，就来竞争大师兄的位置，未免太急了吧？不好意思，师兄，我对大师兄的位置不感兴趣。那你上来干嘛？我对你感兴趣。准确的说，我是对你的巨献兽感兴趣，想试试反馈的灵力，能不能让我突破一个小境界？狂妄！既然如此，废话少说，来战！尚未照面，便有虎啸传出，说明房子睿的巨献兽已有灵魂。看来房子睿已经掌握了一丝真意境的精髓。这下城墙可要吃些苦头了。师兄，你这是什么东西？脚我认识，头我认识，身子我也认识，怎么合起来我就不认识了？这是极为珍贵的上古杂谈中记载的凶兽，名为龙、虎、豹。据说上古修士十分喜爱此大凶之兽。龙虎豹竟然已经传到修仙世界了吗？师兄实力果然不俗，连此等凶兽都能具现出来。原则上来说，上了擂台不准认输，但念在你晋升为真传，可以破例一次。不需要。啊！不过是一只大凶之兽而已，我自有应对之法。而已？他认真的吗？万一房师兄收不住手，可是要命的事儿啊！怎么打雷了？难道要下雨了？不能啊！刚刚还是大晴天，这是天地异象，难道是传说中的神兽？想给巨仙兽赋予神韵，竟然如此艰难。看来还是境界不够，好在没有失败。这魁牛真的有一丝灵性。四牛毒祖，眼如日月，吼声如雷，这难道是门中圣潜里仅有只言片语记载的魁牛？如此怪异的生物，也想媲美我的龙虎豹？痴人说梦！
真有性命之忧。刚刚那道雷柱虽然恐怖，但恐怕也只有那一击之力了。我就说这头怪牛肯定不是龙虎豹的对手。逞强，赶紧下来吧！再逞强，恐有性命之忧啊！我的龙虎豹竟然败了！王师兄竟然败给一个新人！我不信！虽然城墙的巨蟹兽也很强，但房师兄肯定放水了。你信不信？那龙虎豹也起不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所有的灵力都被你夺走了！师兄，你不会这么小气吧？这点灵力，就当支持师弟了。逞强，你太过分了！就是，虽然房师兄输了，也不应该把所有灵力都夺走。若是你们也能将斗法获胜的灵力全部反馈自身，你们会放过吗？这怎么可能？化形境终极。哼，还有谁不服？尽管上来试试，不然大师兄的位置可就是我这个新人的了。现在的新人都这么猖狂了吗？通元来了，逞强完了。通元师兄不愧是门内唯一的亲传弟子，这只人马的灵性竟然可以支撑长时间巨献。通元，这是真传弟子的擂台战，你已经是亲传弟子了，还来凑什么热闹？弟子就是见不得有人这么猖狂，而且他对同门竟然下此毒手，我自然不能袖手旁观。城墙斗法获胜，能得到10成反馈灵力，这件事不是他能控制的，你不要上纲上线，退下。既然你能得到全部的灵力反馈，若是能赢我，足以让你突破到真境界。可敢与我一战？逞强，不要上当！通元的巨献兽已有灵性，非寻常巨献兽可比，你不可能赢的。灵性吗？不过这西方神话里的半人马竟然完整的传承下来了，我华夏竟然连寻常猛兽的记录都有缺失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若是不敢，以后就给我低调一些。我不敢，你这半兽人不过是西方神话里的炮灰，就算有灵性，又能如何？我这半人马是门内花了巨大代价为我换取的完整图节，你竟敢如此贬低！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巨大代价换个人马屠戮，这不是冤大头吗？逞强，不可无礼。这半人马是长究亲自到西域为通元换取的，乃是极少数拥有完整屠戮的巨献兽。
所以才能被赋予灵性。怪不得这次不是拼好兽了，原来拼好兽没法赋予灵性。程强，你竟敢如此辱我！今日你我只有一人能走下擂台。今天算你运气好，让你见见你祖宗。此子一化形境，便能引动巨献兽的灵性，天赋当真恐怖。怎么忽然这么冷？这不是夏天吗？是有点。此巨献兽已有3分灵性，看来老夫没走眼，此子未来不可限量。确实天赋异禀，但通元可是掌教亲徒，天赋也不差。程强先从他手中活下来，再说以后吧。此子哪都好，就是太能惹事儿。今日就当给他一个教训吧。一会儿他若是有性命之忧，哪怕掌教责罚，我也得出手。能引动天地之力，也算有点本事。不过也到此为止了。竟有如此神武的巨献兽，而且还比通元师兄的人马多了对翅膀，好帅！只会躲的巨献兽，程强。虽然你这巨献兽有了些灵性，但比我的人马差得远了，根本无法长时间逗留。你的灵力能坚持多久？认输吧，我可以留你一命。你到底行不行啊？通元师兄竟然败了，我没看错吧？那可是有灵性的人马，竟然一招就被杀了！这怎么可能？人马之间还未尝一半，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化形境？我先带通玄去掌教那儿疗伤。若是无人挑战，本月的真传大师兄便是程强了。大师兄，真一惊，成了。全是残肢，怪不得门内那些弟子，巨献兽都是拼好兽，唯一一个正常点的人马，还是高价外购的，这宗门底。底蕴差，你可知道这里存放了多少上古，甚至远古时的妖兽？甚至神兽。老头儿，你谁啊？我就是个门内杂役，只是看不惯你吃奶骂娘的行径。谁吃奶骂娘了？你可别给我扣帽子。再说了，这满屋子的残肢断腿，一个完整的都找不到，
这些东西除了误导人以外还有什么用？若是没有这些残肢，连拼凑的机会都没有。有些神兽就算只能拼凑出3-5分神韵，那也是顶尖战力。这点儿我不跟你犟，但是最多也就3-5分了。昔日大战，门内弟子长老就是凭借着3-5分神韵退敌无数。怎么到你嘴里，好像一文不值了？我可没这么说。此为上古战人。虽然缺失，只剩双腿，仅是具现其灵性，便已是无敌之姿。对付西域那等完全体的巨献兽，也轻而易举。至于吗？就剩腿了，也能无敌？无知小儿，你懂什么？上古战神的一丝灵性，便足以横扫同阶。这么强？你这上古战神叫什么名？此战神名为吕布。你说的对，确实够横扫同阶了，在上古战神中也是无敌之词。你虽然实力一般，傲慢无礼，但还算有点见识。你这老头，门缝里看人！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真正的吕布。再捏了2下，就顶不住了。不自量力，还搞不定一个三国猛将。这小子一真静静初期就想捏制完整人形，而且竟然真的有几分灵性。还差一点，就差一点了。什么情况？就差一点了。那是什么玩意儿？那是镇魔渊的方向，镇魔渊被人开启了。老头儿，镇魔渊是什么地方？听起来像是镇压着什么好东西。镇魔渊封印着上古魔物，已经1000年未曾开启，今日怎会突然？太上长老，镇魔渊封印松动，魔气已经开始外泄。这老头竟然是太上长老！带我一个！你一个真静静弟子，去凑什么热闹？镇魔渊内的魔物，不是你能对付的。掌教，万一那些魔物也能反馈灵力呢？城墙确实有些特殊，能完美吸收巨献兽反馈的灵力。要不带上它？不许擅自行动。明白。别死了！所有弟子后退10里，不得靠近。所有长老听令，立即前来镇魔渊集结。封印怎会突然松动？众人听令，结封魔大阵，先镇压这道魔气。封魔大阵，起！压住了，我还以为多大场面呢。
唉，那我这钟馗岂不是白捏了？快走！莫长老，城墙既然有争强之心，那就让他试试吧。普通仙泥便能捏制出如此神兽，此子乃是千年一遇的大才。我倒是真有收他为义子的想法。莫长老，一路走好。这次我要逞强一次了。城墙，退后！这不是你能参与的战场。这血魔至少是法相境巅峰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驱魔真君。城墙，先看看再说。大胆魔物，竟敢在本真君面前放肆！钟馗天客，邪魔外道，今天遇到我，你丫也算是踢到钢板了。魑魅魍魉，浩然长虹，安敢作乱？受死！散！不好，魔气要再次聚集了！小友，后会有期。这反馈的灵力为何如此精准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这城墙是很奇特，寻常弟子斗腐胜利能反馈半成灵力已是侥幸，他倒好，每次都直接把对手的灵力吃干抹净。唉，连渣都不剩。我之前还怀疑他是魔道中人，现在看来，魔道中人见了他，都得绕道走。整整一个大境界！复灵境，他直接从真眼境初期突破到了复灵境初期，整整一个大境界。太上长老，我记得您当年从真眼境突破到复灵境，足足用了30年吧？哼，30年怎么了？那是正常速度。这小子不正常。复灵境，
这下可以捏更厉害的玩意儿了。程强，你此次除魔有功，且天赋异禀，本座决定即日起晋升你为宗门长老。掌教，程强才入门不久，现在就晋升长老，会不会为时过早？胡长老，莫长老刚刚牺牲，宗门正值用人之际，何况以程强如今的实力，足以晋升长老。这是超凡仙泥，唯有副灵境以上的修士才能使用，用它局限，足以增强3成灵性。多谢太上长老，我必定对宗门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哼，这超凡仙泥极其珍贵，好好修炼，别浪费了这块仙泥。程强真的晋升长老了！你看看他腰间的令牌，还能有假？你们懂什么？程长老在镇魔园一战，连血鬼都灭了，这个长老之位名副其实。王师弟，好久不见，要不要切磋一下？程长老，您现在是长老了，不能跟弟子切磋。徐师弟，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修炼任务没完成。至于吗？无敌是多么寂寞。掌教，现在门内都没人跟我切磋，我这修为还怎么提升啊？宗门在北方的仙泥矿最近频频有魔道骚扰，我正愁派谁去驻守。掌教，我去，让我去，我太想进步了。去吧，别把矿炸了就行。放心吧，掌教。不是说有魔道中人吗？在哪儿呢？那些魔道的具现物都十分诡异，还是遇不上的好。掌教的命令是镇守，还是不要节外生枝。遇不上我来干嘛？直接把魔道都解决了，此地不就不用镇守了？我还有个好办法，乖乖让我杀死也同样不用镇守。这位年轻的长老一直盯着我看，莫非是看上小女子了？长老万万不可呀！这些魔道中人都是杀人不眨眼之徒。这位小长老倒是直率，不像你们宗门的其他老顽固，见了我就喊打喊杀。程长老，要是您下不了手，这魔女就交给我们。都给我让开！还是小长老懂得怜香惜玉。傅灵境也还凑合，打赢你反馈的灵力虽然不够让我升阶，但总比没有的强。魔元毒株，程长老小心的毒液能腐蚀万物。小长老，现在投降还来得及哦，姐姐可以留你一条全尸。就这？你那个蜘蛛确实挺唬人的，不过嘛，你听说过穷奇吗？穷奇以毒物为食，希望你这只蜘蛛不会让他失望。不准跑，给我上！吃了，那可是魔元毒株啊！这蜘蛛在穷奇眼里就是一口零食。你到底是谁？新晋长老程强，专治各种不服。跑什么跑？我又不吃你。你想怎样？带我进你们魔道的老巢，我要跟你们魔道宗主切磋切磋。什么？程长老，万万不可啊！是啊，去了就是送死。你们懂什么？这叫深入敌营，一网打尽。你真是个疯子！别废话，带路吧。你得先松开人家，不然我怎么带你去？我没有别的心思，主要是怕你跑了。我这就带您去。程长老，
您还是先请示下掌教吧。等请示完掌教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你们4个在这儿守着仙泥矿，我去就回。去就回，那可是魔道老巢啊！看我干嘛 ？Go go go， 出发吧！哇！是。严长老。站住！你是谁？为何如此面生？我是严长老的表弟。表姐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是我远房表弟，多年未联系了。不对，你身上怎么有正道的仙泥气息？你说这个，来的时候路上捡的，小时候家里穷惯了，就愿意捡点垃圾。竟敢胁迫我万魔门长老，当真是胆大包天！等会儿我会让掌教留你一命，好好报答你的不杀之恩。没想到你一个魔道行人还挺念旧情。参见掌教！竟敢只身闯我万魔门，有点胆色。你就是魔道掌教？有点意思。区富灵境初期，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小长老，现在求人还来得及。我是来求战的，可不是来求饶的。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底牌，原来是仗着超凡仙泥，真是愚蠢！哦，黑龙竟然还能具现出这种生物，倒是我小瞧你们了。这超凡仙泥果然不同凡响，不光灵气十足，就连捏制速度也大大加快了。这不可能是完整的麒麟，肯定也是从上古残卷中的拼凑而来的。我这巨龙可是西域传承下来的完美体，你一个拼凑的巨剑兽，也敢与我的黑龙争锋？怎么会这样？他凭什么能在掌教手下坚持这么久？我可是法相境，这小子不过是负灵境，难道这真是完全体的麒麟？你这巨龙灵性虽然比我强得多，可惜好像实力不太行啊。飞燕龙帝！黑炎龙息竟然被挡住了！区负灵境，我看你能坚持多久？给我破！这老家伙灵力倒是挺足的，不过我这麒麟的浩然正气，天生就是为了净化魔气的，你越用力，反弹就越狠。掌教！你竟然能完美吸收反馈的灵力，而且连我的本源灵力都……你比我更像魔修！连升2阶，真没白来。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正道宗门新晋长老程强，专治各种不服，兼职回收魔道灵力。今日之仇，本座记下了，他日必当加倍奉还。你做梦呢！今日之仇当然要今日了结。程强，你真要赶尽杀绝？我万魔门力派100年，可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。来都来了，人越多越好。程强，我承认你很强，但我万魔门数百弟子结阵，就算是法相境巅峰也讨不了好。你一个负灵境，真以为自己能翻天？好，这么多人，说不定我能直接突破法相境。
众长老弟子听令，结战！不是吧？啊！厉天行，你想开启宗门大战吗？哼，厉天行，你派人骚扰我宗门仙泥矿在先，如今又聚众围攻我门下长老，最好给我一个解释。是你门中长老强闯我万魔门！厉天行，你若想打，我苍玄宗奉陪到底。掌教、太上长老，你们看着就行，我一人足以灭了这万魔门。城墙不可冲动。今日之事，我万魔门认栽，此事到此为止，如何？到此为止？我不同意！看我干嘛？我说的是实话。太上长老，我后悔让他来了，现在说这个已经晚了。厉天行，今日之事我可以不追究，但从今日起，你万魔门不得再靠近我宗门仙泥矿100里之内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打了，我还怎么突破法相境？掌教，不能就这么算了！老头，你干嘛？我还没打完呢！告辞。我还没打完呢！厉天行，你等着，我下次还来！掌教，现在怎么办？传信各大魔门，必须在此次成长起来之前灭了苍玄宗。掌教，您干嘛拦我？灭了万魔门，我就能突破法相境了。我是让你去驻守仙泥矿的，不是去灭万魔门的。把他们灭了，就不用驻守了。太上长老，你说句话吧。城墙，你可知道，你若真在万魔门大开杀戒，魔道高派必定联手来犯，届时宗门将永无宁日。说的也是。要不直接把他们全灭了？你灭一个万魔门，其余6宗必定联手报复。一旦开启大战，宗门弟子必定死伤无数。你来负责。城墙，我知道因为莫长老的事，但变强不是为了逞一时之快。不过此次你重创了厉天行，属实解气，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吧。那我能不能找人切磋？不能。厉天行今日虽然认栽，但以他的性格，我怕他不会善罢甘休。魔道七宗若真联起手来，到时势必又是一场大战。魔道众人自私自利，没有利益不会联手，就怕厉天行会拿城墙能完美吸收反馈灵力的事做文章。城墙在那些魔道眼中，恐怕比任何利益都更有吸引力，必须提前防范。明日我亲自去与其他宗门通个气儿，魔道若真有异动，我们必须有所准备。倒是那小子，你可得看住了，别让他再到处惹事。我尽力。看住他？恐怕现在连我也不是他的对手。
程长老，您手里拿的是什么？这是我刚修复的万寿图录，以后大家不用在巨县那些拼好兽了。程长老太厉害了，不仅能打，还能修复图录。听说程长老还在万寿楼修复了几只神兽的残肢。接下来，我会把万寿楼所有的残破泥雕都修好，重补我们东域传承。诸位，苍玄宗出了一个能完美吸收反馈灵力的妖孽，此人若不除，我魔道各派将来再无宁日。厉掌教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世上真有能完美吸收反馈灵力的人？本座亲身经历，还能有假？那城墙不过复灵境初期，就吸走了我30%本源灵力。厉掌教，你一个法相境被一个复灵境吞掉30%本源，未免有些太过夸张了。你若不信，大可亲自去会会那城墙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到时候被吸干了灵力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苍玄宗有此妖孽，若不趁其羽翼未丰时除掉，将来我等都将被他一个个吞掉。正道可不止苍玄宗一家，天剑宗、玄冰阁、万木岭这些宗门虽然实力不如苍玄宗，但若我们动手时他们来援，也是个麻烦。那就一起灭了！废什么话！正道6宗联合起来，实力可不比我们差。到时就算赢了，在座的大多数也得给他们陪葬。天剑宗在西，玄冰阁在北，万木岭在东。这3宗离苍玄宗最近，我们可以先清理掉外围的青天派、姑苏派。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已经晚了。此事可行，不过事成之后，一切都好商量。能完美吸收反馈灵力，想必在座的各位都很感兴趣吧？魔道来袭！从今日起，东域再无青天派。杀！给我把这里夷为平地。掌教，昨夜青天派、姑苏派同时被魔道7派所灭。先偷袭最偏远的玄冰皋与万木岭，再合围我苍玄宗，厉天行好深的算计。4盟联手尚且不敌魔道7宗，我天剑宗先撤。我万木岭与苍玄宗共进退。来了。我等今日来，不是为了灭你苍玄宗。李天行，你如此兴师动众，又何必假模假样？大战必会死伤无数，实在非我所愿。不如这样，我们设下擂台，3局定胜负，如何？
这些魔道头目会在乎弟子的死活？到底搞什么名堂？哼，你会如此好心？若是我们输了，我们就此退去，并保证100年不犯；若是你们输了，我们只有一个要求，只需将此子交予我等。只需一个城墙，便能避免一场死伤无数的大战，你看如何？不好，厉天行果真恶毒。若是不答应，因城墙而不顾门内弟子死伤，门内弟子恐怕会心生不满。可若是答应，万一输了，要打就打，要打就打！想要成长老，痴心妄想！魔道贼子，少在这祸乱人心！我当死战不退！老子刚成功巨献程长老修补的熊，正好拿你们这些魔道寄兽！你在宗门内的声望已经这么高了。放心，我不抢你掌教的位置。没人比我更懂擂台战，3场是吧？我接了。你们7个一起上也可以，省时间。狂妄！既是3战，自然是各派3人，生死不论，直至一方全败。哪有那么麻烦？你给我消停点儿！你们7个，谁先来？谁说是我们7个了？还请3位祖师出手。你们竟然还活着！你都活着，就由我先来吧。看来你研究那些残破泥雕这么多年，也不是一无所获。不过我这蛊魔也不是吃素的。高兴得太早了。老夫这蛊魔不死不灭，就算再碎100次也毫发无损。那蛊魔的灵性怎么会如此之强？竟然连青龙都不是对手。那3个魔道祖师和比太上长老还早一个时期的人，100年前便是法相境，这些年一直在闭关冲击更高境界，没想到他们还活着。更高境界？那是什么境界？法相境之上，是为幻神境，整个东域1000年来无人踏入那个境界。这不是助我升级到幻神境的经验盒吗？
太上长老竟然败了，那古魔怎么会这么强？不死不说还怎么打？老头儿，够了，再打下去你会死的。接下来交给我吧。那古魔不死不灭，极难对付，一定要小心。正道是没人了吗？竟然派一个毛头小子来送死！稍安勿躁，城墙虽然平时不找酒，但从不逞强。他敢上去，应该有他的道理。别浪费时间了，你们3个老不死的，一起上吧！程长老说什么？让3个魔道祖师一起上？疯了吧！太上长老都败了，他还要打3个？3个一起上！狂妄！找死！哼，不是我看不起你们，就你们3个加起来都快1000岁了，我都怕你们还没等上场就先嘎了。小畜生，小畜生！我说的是事实啊，万一这第1场还没打完，那2个就原地暴毙了，那我岂不是胜之不武？此子狂妄至极，不过这样也好，速战速决。既然这小辈找死，那就成全他。一起上，速战速决。好，就让我们3人看看你哪里来的底气。这能行吗？你真的不是让他去送死的？事到如今也只能看着了。今天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战神。无头可断，战永不可止。这是什么怪物？怎么如此恐怖？到底谁才是魔道？拥有完整灵性的战神才能口吐人言，可他连头都没有，怎么会是完全体？虽然灵力消耗大了点儿，但确实够霸气。值！给我上！他再强也只是1个人。一起上！死！我倒要看看是刑天的不死战飞强，还是你那堆破骨头的不死不灭强。这不可能！无去也，来日再战天地。酋长！不能让他突破，绝对不能！魔道七宗听令，给我上！厉天行，你竟敢反悔！哼！城墙此子若不除，我魔道各派将来再无抗日。唐玄宗弟子听令，结阵御敌，
今日过后，东域再无苍玄宗。厉天行，你要反悔？就算你是幻神境又能怎么样？我魔道七宗数千弟子，你们两派拿什么挡？仗着人多是吧？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人多。哈哈哈哈哈！竟然惧陷了一个毫无灵力的普通人，真是笑话！大胆！尔等竟敢扰朕的清静！大秦将士何在？